那么现在想做东南亚跨境电商来得及吗？答案是完全来得及哈，在这片拥有7亿人口的这个市场，并且呢还在以每年约20%的速度呢高速增长。那电商渗透率呢甚至不到11%啊，远低于我们国内的水平。对于新手而言呢，这依然是一个充满潜力的增量市场。Hello，欢迎来到郁金香的跨境电商指南。今天这期视频就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做东南亚跨境电商的一些入门指南从平台选品到发货，一次给大家讲清楚。如果你最近在关注跨境电商，你会发现这2年越来越多人开始讨论东南亚市场。市场是哪些区域？东南亚呢就是华人传统所称之的南洋它呢位置呢大概是在亚洲的东南部中国以南、印度以东等多个国家呢地区呢组成的为什么大家突然都在看东南亚其实原因很简单，那传统的欧美市场呢越来越难做。举个简单的例子那以前在这个亚马逊里面呢，很多卖家做亚马逊一个普通的手机壳进货呢可能2-3块钱可以卖到10几美金20几美金还有利润。但是现在呢，同样的产品可能几十个卖家都在卖，价格一路打下来也越来越高广告成本还越来越高，最后利润率压得很薄。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卖家开始寻找新的市场，而东南亚就成了不少人关注的一个方向。为什么东南亚值得看呢？第一呢，它是市场增长快，比如印尼可以看一下它人口有2亿多人口，而且呢，大量的一些青年消费者都习惯用手机购物我们通过 Google 可以看到印尼的消费印尼的消费者非常喜欢网购。那么印尼呢，目前它拥有接近2亿的网购用户它的市场的潜力是巨大的。印尼的电商交易额呢，在2023年达到了453万亿。它的主力军大概消费群体是在18到34岁的一些年轻群体他们喜欢的平台在这里面你也可以看到有 TikTok 的一些小店啦等等这一些比较成熟的一些平台。所以这个就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说你要卖东西面对的是一个正在快速成长的一个消费市场。再比如说越南这儿我通过的是 GPT 来帮我们查询如果说你平时想要搜索什么资料的时候，你也可以用 GPT 如果说你还没有 GPT 账号，那么在视频下方呢有 GPT 的一个成品账号你可以用，也可以去把你的免费版本呢去升级成一个 GPT 的一个 Plus 也可以通过这个平台，相关链接大家可以在视频下方找到这儿我们可以通过 GPT 的一个查询可以看到越南的消费者不只是喜欢网购，而且网购频率明显在升高。在很多人的印象当中可能会觉得越南的消费能力不高，但是这几年呢在地中海的群体增长很快这里你可以看到越南的消费者呢已经把网购变成日常消费习惯之一了按照2025年的公开数据呢，越南的已经有约7980万的一个网民。那么2024年的一个电商规模呢约250亿美元。2025年它还在持续的扩张，它的主力人群呢也就大概是在18到40岁左右的年轻和中青年的群体它的一个消费升级呢也是比较明显这就会带来一个新的电商机会。那么通过越南和印尼呢，我们会发现它的竞争呢相对来说它没有那么卷没有欧美市场。比如说你现在去美国市场去卖瑜伽裤，可能面对的是一堆成熟的品牌，还有大量的亚马逊的卖家，竞争非常的激烈。但如果说呢你在东南亚某些细分类目呢可能还没被完全做透比如说宠物用品，还有一些自动喂食器猫抓饭宠物清洁工具包括比如说美妆这些这儿刚才给大家聊过的智能宠物用品、情绪型的一些宠物消费，在这些市场呢也还有机会第三呢，它对新手更友好这个是重点。那比如说你有3000块钱的预算你在欧美市场投广告可能很快烧完，但是如果说你在东南亚，你有可能你先跑起来，这个就是差别。如果在这里呢，你还没有开始做跨境电商，或者说你已经开始了准备投流不知道用什么，大家可以用这个 TikTok 进行投放广告。
那还没有注册，还没有去注册 Shopify 的朋友哈，Shopify 非常适合新手朋友哈，做跨境电商的朋友，因为它的后台相对比较全面哈，简单的搭建一下网站呢，就可以去出售产品。还有不会建站的朋友呢，可以来看郁金香的之前的这一期1.4小时的完整的 Shopify 建站教程哈。这是相关的 Shopify 的注册链接呢，我也会放在视频下方的描述栏。这个视频的一个链接哈，我也会放在视频的右上角啊，有需要的朋友呢可以去看一下。那么还有不知道怎么样去进行这个 TikTok 的广告投放的朋友呢，可以来看我的这期视频哈，1个小时。零基础啊，教大家如何去投放广告哈，相关链接呢我也会放在视频的右上角。那如果说你是新手，第一步怎么做呢？第一步就是先选平台啊，如果零基础哈，所以我就建议大家可以来使用这个 Shopify。那么还有一个平台呢，Lazada，新手就推荐大家可以使用这2个平台。Shopify 非常的简单啊，你注册进去之后呢，这里可以看到，大家可以在视频的下方找到相关的链接啊，相关的注册链接哈。你通过我的链接呢，现在通过我视频下方的链接呢，那可以进来啊，直接点击进来注册啊。这里Shopify呢可以看到了，这现在的活动哈，可以免费试用3天，之后的3个月呢，每月只需要$1哈，相当于3个月只需要$3啊。现在这个活动还是比较划算的，大家可以通过我视频下方来进行注册。那这儿你可以用你的邮箱去进行登录。Shopify 它的后台基本上所有的电商功能都有啊，你只要简单装修一下首页就可以了。那同时呢，用 Shopify 呢，你再加上这个人作铺哈，它是一个一键代发平台啊，直接把人作铺里面的商品呢导入到 Shopify 里面，稍微去改一下它里面的参数就 OK 了哈。这里作铺的相关链接大家也可以在视频下方找到啊。这个平台也是一个属于一键代发的平台哈，对新手来说是很简单的。那这个 Lazada 可以看到啊，它是一个东南亚的一个，可以把它理解成东南亚的淘宝加天猫的这样的一个结合体哈，也是东南亚是最大的一个电商平台之一啊。相关链接我都会放在视频下方哈，大家都可以去进行一个了解。那么我们注册好了之后，接下来可能更多的是注意的是我们要卖什么啊？新手最大的问题就是一开始就想卖大东西，比如说大家电，其实这种很危险哈。为什么呢？因为它重就代表它的运费高哈，售后复杂，新手容易出问题。所以前期啊，建议大家从小产品开始，比如说手机支架呀，那么你也可以选择啊，从1688来进货啊，可能啊，这里手机支架你可以找一下啊，手机支架，那么它的成本可以看到哈，有啊，从几块到10几块不等的价格啊。2、3块的很多这种手机支架啊，你可以啊通过从1688进货了，给它卖到东南亚平台啊，你就可以把它卖到10几块、20几块这样啊，中间它是有利润空间的，而且物流轻哈，适合测试。再比如说这个收纳挂钩啊，成本低哈，可以看到0.0几、0.0几1块多哈，需求稳定哈，容易复购，也适合测试。重点不是这些产品一定爆单啊，重点是适合新手来练手，这个是核心。还有一个点呢，你可以去还有一种选品方法，你可以直接去平台热搜榜啊，看看一些销量高的一些产品，看评论，看用户在抱怨什么啊。比如说当你看到有人评论说啊，这个收纳盒质量不好，容易断，那你如果找到质量更好的货，那这个可能就是机会啊，它的需求往往就是藏在差评里面，这个非常重要。接下来呢，讲货源哈，很多人认为要做跨境一定要自己找工厂，其实不是啊。刚才给大家提供的也算是一个一键代发的平台啊，人作铺啊，你找好产品之后，直接把它一键就可以导入到你的 Shopify 商店里面去。那比如说你发现某个宠物饮水机卖的不错啊，这个时候你可以来到这个1688来找供应商，先拿样品，先测试，如果产品能跑起来啊，再谈更低的价格，这就是一个正常的路径啊，不是一开始就囤5000件货啊，那样风险太高了。那接下来就是一个物流问题，很多人担心国际发货很复杂，其实没那么夸张啊。比如说平台官方物流啊，你可能只需要把货发到国内的集运仓，后面平台帮你处理跨境段啊，流程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复杂，真正难的还是选品啊，不是发货，这一点大家要搞清楚。所以呢，现在东南亚呢，现在能不能做哈？其实做肯定是能做啊，但是方法要改一改，不能用老方法。那过去呢，有人靠铺货哈，一次上传几百个产品啊，现在这样做可能效果是越来越差啊。现在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一个数据、内容
数据内容，还有一个就是 AI。举个例子，你可以用 AI 帮你批量生成产品的描述。那这儿比如说我截一个图哈，你想要一个产品描述，非常的简单，截个图直接发给 GPT 啊。所以为什么叫大家一定要用升级版本啊 Plus， 因为它有一个识图的功能哈。如果说你用的还是免费版本，视频下方呢有一个 GPT 的一个代充平台哈，可以直接帮你升级成 Plus。相关链接大家可以在视频下方的描述栏找到。这儿我们直接告诉他，这儿我只是发了一张给他，其实 AI 可以批量的帮你生成一个产品描述啊，做本地的语言翻译啊，分析热销的关键词，甚至辅助你选品啊，这是以前都是人工做的哈，但是现在啊 AI 就可以帮我们完成啊。再比如说呢，你要做内容的一个引流啊，可以看到这儿啊，这个产品的描述哈，它这儿全部就帮我写出来了哈，这里直接去复制粘贴哈，稍作改动就 OK 了。那如果说你要做内容的引流，你可以做 TikTok 的内容引流哈，把流量引到店铺，这又是另一种玩法啊，这也是新机会。所以今天你如果想开始啊，其实不要想着马上能赚多少哈，是先完成你的第一单。比如说呢，你可以先去测试个2-3个产品啊，每个产品呢上架10个。那先看哪个出单，跑通流程哈，这个很重要，先跑通流程完成第一单啊，这个比看100个教程都管用，你自己亲自去跑一遍。当你跑通一遍的时候呢，你就是真正的理解到了跨境电商从选品到出货到买家收到货评价啊，这样一个完整的流程。这个呢不是靠听懂，而是靠你自己去亲自去走了一遍，去把它彻彻底底的搞懂。那么如果说你能做到这一点哈，其实你已经超过大部分人了，还停留在观望的人了。当你收到第一单之后呢，你可以根据销量、顾客的评价等反馈哈，不断的去优化你的产品和运营啊。当你跑通流程之后，其实你会发现哈，跨境电商的核心哈，它不在核心，跨境电商的新壁垒啊，从来都不是在发货上面。当你跑通了流程哈，后期你可以选择去用上一些好的一些工具哈，比如说呢你要做推广，比如说 TikTok 的一个推广哈，这儿相关链接我会放在视频下方啊。如果说你想要去做 TikTok 的一个广告推广哈，那之前有相关教程哈，大家可以去右上角去看啊，也可以在我视频下方的描述栏找到相关链接。那么当你的店铺慢慢成熟之后呢，接下来还有个问题会让你去考虑一个收款问题哈这儿收款之前啊，小鱼儿给大家出过一期哈，一个跨境收款神器哈，外贸人必看，一站式解决问题哈，这是相关的一期教程哈，跟收款相关的哈，全球收款啊，这里大家可以来看我这期视频，那么我也会把相关链接放在视频的右上角啊。总之呢，就是心动就要行动哈，一步一个脚印。最后来给大家说一份关键的一些避坑的一个指南。首先一个呢，就是一个侵权的产品哈，不能碰，如动漫大牌仿品平台处罚更严哈。知识产权红线不能踩，上架前务必确认商品无侵权风险警惕一个品类的一个合规要求哈，如部分电子产品需要当地认证如印尼的一个 SNI 警惕物流特货限制哈，含电池液体等敏感品需走平台特货专线或者一个合规的一个渠道。那么注意东南亚本土卖家快速跟卖的一个风险哈，需加快产品的一个迭代节奏。还有一点呢，就是既什么都想卖，专注于1到2个细分领域哈，做精做强。还有一个点，既只管卖货，可以多用 AI 工具做产品的描述、关键词的分析哈，提升一个效率。还有一点呢，就是记一个肤式，一个本地化哈，简单翻译远远不够，产品包装设计乃至功能都需要贴合当地的文化和气候那么最后给大家总结一下，其实东南亚跨境电商对于新手来说不是能不能做的问题，而是你想不想做，以及愿不愿意花时间去学习和执行当你一步步的来从0到1跑通流程，你会发现这个市场它是充满了机会的。OK， 那今天郁金香的这些视频呢，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所有我用到的好用的一些跨境电商的工具呢，我都放在视频下方的描述栏和置顶评论区大家可以去视频的描述栏和评论区去找到相关的链接。想要了解更多的跨境电商知识可以
订阅郁金香的频道哈，也可以到我的频道来观看更多的一些教学啊，比如说海外收款啊，或者说美国公司注册等等啊，大家都可以来我的频道里面去观看相关教程哈。那么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